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件让中共束手无策的武器，日本正在悄悄研发，并且已经初见成果的超级武器。它的出现让一向以飞弹数量和军事威慑自豪的中共，忽然发现自己可能遇上了一道难题。这究竟是什么武器？为何能让中共感到如此头疼？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中共近年来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动辄宣传它拥有上千枚各型飞弹，包括可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东风系列导弹，足以覆盖西太平洋的各个角落。日本列岛上的美军基地、冲绳、美日舰队都在中共火力范围之内。中共官媒甚至曾发出挑衅，暗示如果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越线，核打击都不是不可能的选项。面对这样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长期以来靠着爱国者飞弹、防空驱逐舰上的神盾系统来拦截中共可能的来袭。然而，一旦中共发射饱和攻击，七七成百上千枚飞弹齐射，日本和盟军的防御能撑得住吗？每一枚拦截飞弹都价值不菲，用几百万美元的拦截弹去对付几十万美元的来袭飞弹，经济上也非常吃亏。如果中共动用所谓蜂群战术，派出大量廉价无人机、导弹一起袭来，防守一方可能很快就弹尽援绝，这正是中共仗着以量制胜的优势所在。然而，日本真的毫无办法，只能被动挨打吗？答案是否定的。日本人没有高调喊话，但却在实际行动上祭出了一项大绝招，一种利用尖端科技、成本极低却威力惊人的未来武器，正在日本的军事研发机构中逐步变成现实。中共或许没想到，自己多年来引以为傲的飞弹优势会被日本用另一种思路所破解。这正是电磁轨道炮一项仿佛从科幻电影走进现实的超级武器。提到电磁轨道炮，许多人脑中浮现的可能是电影场景，例如好莱坞大片里美军战舰开火，一道炫目的高速弹丸瞬间击毁远处目标。那并非魔法，而是电磁力的威力。如今，这种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武器正在日本悄悄诞生。电磁轨道炮，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电磁场力推进弹丸的炮械，不用传统火药就能把金属弹头加速到极端高速。它的原理并不算新鲜，早在1970年代，美国就开始研究这种技术。1980年前后，美军的实验室已能把几百克重的弹丸加速到每秒数千公尺的惊人速度。进入21世纪后，美国海军更是砸下重金，希望打造出实用化的舰载电磁炮。所谓改变游戏规则的未来武器，指的正是这种能以极低成本、极高速度发射炮弹的系统。相比传统舰炮射程有限，飞弹成本高昂，电磁炮一旦成熟，就意味着战舰能够像科幻作品中那样，在远距离精确打击目标，而无需昂贵的导引飞弹。然而，电磁轨道炮虽然概念诱人，但研发道路却极其艰难。美国海军曾经在实验中取得不俗成果。2010年前后，美军电磁炮试射的影片公开展示，弹丸以超过7马赫的速度飞出，直击目标，威力令人啧舌。但研发人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供电，二是炮管寿命。电磁炮需要瞬间释放巨大电能，才能产生足够的电磁力推动弹丸。如果要达到实战级别的射程和威力，往往需要数百万焦耳以上的能量在几毫秒内释放出来，这相当于让战舰携带一台小型发电厂，还要能快速充电放电，对电源技术要求极高。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这类传统军舰，其电力系统原本无法持续提供如此高强度的脉冲电流，除非像新式朱瓦特级驱逐舰那样采用全电推进，拥有余裕电力，否则难以为电磁炮功能。但朱瓦特本身系统复杂，造价高昂，可谓代价沉重。另一个挑战是炮管寿命。电磁炮虽然没有传统意义的火药炮管爆炸，但它依靠2条平行的金属导轨通电，在发射时同样产生高温电弧和剧烈摩擦。每开一炮，导轨都会被烧蚀磨损一点。美国在试验中发现，电磁炮的导轨寿命短得可怜，几十发下去就磨损严重，需要更换，不仅维护不便，也无法符合战时可靠性的要求。再加上电磁炮弹丸以极超音速飞行，如何让它在远距离仍保持精确命中也是难点。
此其高速飞行过程中弹道很难修正，目前的小型弹丸还难以装载有效的导引装置。种种困难使得曾经一度领先的美国海军，到了2021年前后决定暂停电磁炮的全面研发，转而把资源投入高功率雷射等其他定向能武器。有些人感叹道，电磁轨道炮或许太超前，目前技术条件难以实现，把它束之高阁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就在美国人对电磁炮兴致阑珊之际，日本人却默默地捡起了这个几乎被放弃的超级武器计划。其实早在2016年，日本防卫省旗下的防卫装备厅就已开始预研电磁加速技术，当时拨款约10亿日元启动项目，目标是未来能对抗先进飞弹威胁的新手段。这个消息当时并未引起国际社会太多关注，毕竟日本过去在这方面没什么名气。然而日本的工程师们低调而执着，几年之内便取得突破。资料显示，到2021年时，日本已制成一门40毫米口径的中型电磁炮样机，并成功发射高速弹丸，试验数据非常亮眼。弹丸重约300多公克，初速达每秒2230公尺左右，换算超过6倍音速，炮口动能据称达到了数兆焦耳的级别。虽然离真正实战化所需的20兆焦耳级目标还有距离，但日本已经跨越了电磁炮研发的初级门槛，进入了技术攻关的新阶段。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日本能做到美国一时放弃的事？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日本充分利用了民间产业的技术优势。日本在高压电容、蓄电池、功率半导体等领域拥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和技术储备。例如，日本的新干线磁浮列车、本州四通八达的新电力系统，都反映出日本在电力控制和电磁技术上的深厚功底。据日本防卫装备厅人士透露，他们与私营企业合作，在电源技术开发方面领先美国。美国当初开发电磁炮，卡在舰载小型化电源装置这个瓶颈，而日本人希望借助民间电子产业的力量，开发高能量密度电池和耐高压的功率控制元件，把庞大的供电系统缩小到适合军舰携带。从2022年度开始，日本政府更是大幅增加预算，正式将电磁炮列为重点研发项目之一。2022年度编列了65亿日元的专项经费，用于轨道炮原型开发。当时的防卫大臣岸信夫公开表示，电磁炮将成为日本加强威慑力的一环。这番话已经透露出电磁炮背后的战略意义。其日本想用它来吓阻潜在对手，特别是中共对日本本土或海上力量的攻击。这边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中共自己对电磁炮也不是没兴趣。早在2018年前后，就有照片曝光中国海军在一艘登陆舰上安装了一门巨大的可疑炮塔，外界纷纷猜测那就是中国版的舰载电磁炮进行测试。一时间，中国电磁炮领先世界的说法在大陆媒体上流传，甚至俄罗斯媒体都报道说，如果属实，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在现役军舰部署电磁炮的国家。一些分析人士估计，中国电磁炮若研制顺利，可能在2025年前后装备新型055改进型驱逐舰。然而，随后此事就悄然无声，官方并无更多权威讯息公布。据坊间推测，中方试验中的那门电磁炮可能遇到技术瓶颈，尤其在供电与精度方面尚未达标，因此最终没有赶上世界第一的头衔。结果阴差阳错，世界首次将电磁炮搬上军舰并成功试射的头衔，却被日本在2023年夺走了。这恐怕连中共自己都没有料到。是的，日本的电磁轨道炮研发在2023年迎来重大进展。2023年10月，日本防卫装备厅破天荒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宣布已经在海上完成全球首次舰载电磁炮的试射。这次试验是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飞鸟号试验舰上进行的。飞鸟号是一艘专门用来测试新武器的新型试验舰，其舰尾被安装了一座外形科幻感十足的电磁炮炮塔。据官方公布的影片显示，电磁炮从不同角度发射，击中了目标靶板，弹丸甚至穿透了2层以上的钢板，展示出惊人的穿甲力。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一枚没有炸药，只有动能的金属弹头，硬生生靠速度贯穿厚厚的钢板，其威力来源全靠高速撞击。这正是电磁炮的杀伤原理，
以极端的速度带来恐怖的动能。相比传统炮弹需要装填炸药来增加杀伤，电磁炮发射的高速弹丸哪怕没有炸药，一样能靠动能把目标撕裂。高速的钢铁弹头就是它本身的毁灭元素。飞鸟号上首次海试成功后，日本并未就此满足。接下来的1年内，他们持续优化技术，朝着真正能在军舰上部署实用的电磁炮迈进。终于在2025年夏天，又一次关键测试完成了。这次，日本人将目标换成了一艘拖带中的小型靶船，模拟真实海战中的反舰射击。飞鸟号试验舰上的电磁炮瞄准后开火，数枚细长的脱壳动能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远处的靶船。事后公布的照片显示，那艘靶船的船壳上出现多个贯穿孔，弹着点相当集中，证明电磁炮在海上动态条件下做到了稳定飞行和有效命中。这个结果令人震撼。过去大家认为电磁炮精度可能不足，如今证据表明，只要控制得当，超高速弹丸照样可以打得很准。更让人惊喜的是，日本原型舰载电磁炮的性能较之前有明显提升。据透露，这门电磁炮已经能将弹丸加速到约每秒2300公尺，约7马赫，炮管导轨的耐用度也提高许多，连续发射200发以上才需要更换。比起美国当年试验时几十发就耗损的寿命有了质的飞跃。这意味着日本在电磁炮材料和工程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找到了延长导轨寿命的方法，可能是特殊合金或复合材料，以及更好的冷却系统。曾经限制电磁炮实用化的瓶颈，如今正在被一一击破。当然，目前的原型舰载电磁炮仍然庞大。飞鸟号上为了装这门炮，临时搭载了4个货柜大小的供电和冷却系统，可见其能源系统还比较笨重。但这毕竟是试验配置，重点在于验证武器效能。随着技术进步，这些笨重的电源设备完全可以进一步小型化，例如采用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组、更高效率的脉冲发电机等。事实上，日本已经在预算中为此做准备。2023年度又追加了160亿日元，用于开发电磁炮的连续发射技术，预计需要4到5年时间攻关。换言之，日本计划在几年内让电磁炮具备连发能力，可以快速连续的发射多枚弹丸，形成所谓抛物线机关枪的火力输出。如果这一步实现，电磁轨道炮将更具威胁。它不仅能打一发，还能像机炮一样短时间内倾泻金属风暴。到那时，任何试图靠数量堆死日本防线的企图都将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之前的问题，为什么说中共对这款日本超级武器完全没辙？因为电磁轨道炮的出现正在颠覆传统攻防对比的游戏规则。首先，让我们看经济账。中共的所谓航母杀手、东风飞弹，一枚造价动辄几百万美元，甚至上千万美元。而日本电磁炮发射一枚高速弹丸的成本有多少？粗略估计大概只有几万美元左右。弹体材料加上电能消耗，两相比较，每拦截一枚来袭飞弹，日本可能只花不到对方1%的代价。这种成本逆转带来什么影响？意味着中共如果想用大量飞弹来耗尽日本防御，日本现在有了更廉价的对策，可以以极低成本击落大量目标。中共靠铺天盖地的攻击来让对手弹药耗尽的战术，遇上这种对手，只怕自己先会把家底掏空。其次，从技术角度看，中共现有的武器系统对付电磁炮弹丸也很棘手，高速小目标难以拦截，电磁炮射出的弹丸体积小，口径几公分到10几公分不等，没有明显的红外热源，不像飞弹有发动机喷焰，雷达反射面积也极小，加上速度奇快，传统防空系统很难及时发现和拦截它。如果日本用电磁炮来攻击中共的军舰或地面目标，对方几乎是在挨打的一方，因为现有的舰载相控阵雷达和近防武器很难对付这样的超高速炮弹，就像一名拳手再能干，也挡不住暗处射来的子弹。同理，中共引以为傲的舰队和飞弹基地，未来可能要提防从天而降的高速动能打击，尤其在海战场合。日本战舰若装备电磁炮，可以在距离200公里外就对中共舰艇进行精确射击。在这个距离上，中共舰艇或许还没进入其飞弹的有效射程，
就先得挨几发高速炮弹洗礼。而电磁炮打出去的弹丸飞行时间极短，以7马赫计算，射程100公里仅需不到1分钟就能命中，比飞弹还要快得多。敌舰留给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便发现了，超音速弹丸几乎没有给对手足够的拦截窗口。这种近乎无解的速度与突然性，难怪让中共军方如芒在背。再次，电磁炮还能克服传统弹药携行量的限制。以往军舰上装载几十枚甚至上百枚飞弹已是极限，但电磁炮没有笨重的火箭推进剂，弹药就是一根根实心弹丸或带少量炸药的专用弹头，体积小，易于存放。一艘驱逐舰可以轻松携带上千发电磁炮弹药而不占太多空间，而且由于没有火药，也降低了殉爆风险，舰艇的安全性提升。这意味着电磁炮具备持久战优势，打到最后飞弹会打光，但只要发电机还转得动，电磁炮就有源源不绝的火力。电力用完了，发动机带动发电机继续充电即可，只要还有燃料，弹药就取之不尽。换言之，电磁炮把军舰的战斗续航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对上中共那种依赖一次性庞大投射的作战模式，电磁炮的高续航、低成本属性将让中共十分难受。有人可能会问，电磁炮真的能拦截高速飞行的导弹吗？毕竟导弹会机动，有末端诱导弹头，不像靶船那样老老实实让你打，这确实是未来要验证的课题。目前看来，电磁炮比较适合拦截弹道轨迹可预测的目标，比如弹道导弹在飞行末段或抛物线轨迹上，电磁炮可以预判轨迹后开火击中。而对于高速机动变轨的高超音速滑翔体，难度则较大，需要雷达极高的跟踪精度和计算速度。不过，电磁炮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当传统拦截弹对极端速度目标失效时，用纯动能打挡墙也许能奏效。美军专家就评估，若能整合高速感测器与电磁炮，对付某些高超音速武器并非没有一搏之力。而且别忘了，电磁炮不只是防御，还能主动攻击那些发射载具，比如对付中共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车辆或舰艇，与其在末端拦截艰难，不如在对方刚露头时就给他来上一发。电磁炮射速极快，如果情报掌握到位，有可能赶在导弹飞离前摧毁发射装置。这些想定听起来充满未来感，但随着技术成熟，很可能会成为真实战术选项。除了反导与反舰，电磁炮在反制无人机蜂群上也具潜力。近年大家都很关注廉价无人机大群来袭的威胁，因为防守方用昂贵飞弹去打便宜无人机，难以承受。如果改用电磁炮就不一样了，高速弹丸可以装上一些简单的引信或碎裂机制，朝无人机群打一发霰弹式的弹药，凭借低成本一次消灭成片目标。即使是一发弹丸只能击落一架无人机，电磁炮也可以短时间连射多发，一连串砰砰砰，每发只花几万元就把敌人几百万的无人机群扫下来，经济上划算太多。美国有智库报告指出，日本南西诸岛像与那国岛这样的前线小岛，非常容易遭受中共密集无人机攻击。传统防御可能因拦截弹药耗尽而失守，但若有电磁炮驻防，情况将截然不同。中共无人机再多，也架不住对面几乎零成本的无情收割。这让人联想到冷兵器时代弓箭手对上弹药充足的火枪队，那结果将是单方面的屠杀。可以说，电磁炮令中共引以为战术倚仗的蜂群和饱和打击都失去了优势。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把视野拉高一些，看看电磁炮可能带来的战略影响。对日本而言，这项超级武器的成功研发是国防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变信号。过去几十年，日本遵循和平宪法，自卫队装备重在防御与反击能力，并不追求进攻性超前技术。然而如今安全环境巨变，中共军力抬头，北韩飞弹乱射，迫使日本不得不寻找新解方。日本政府在2022年底通过的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就明确强调要具备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包括研发高速导弹、电磁武器等尖端装备。电磁炮的研发成功正是呼应了这一战略需求，它可以被视为防御用途，拦截飞弹、无人机，也可用作反击武器，攻击对方舰艇、雷达基地。
这种灵活性让日本手中的牌丰富起来，不再只能依赖美国提供的武器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对日本电磁炮计划表示出浓厚兴趣。有日本防卫装备厅官员透露，未来不排除美国军火承包商以某种方式加入日本的电磁炮研发。如果成真，这意味着美军将透过合作迂回重启电磁炮项目。毕竟，美国对抗中共导弹威胁也需要新的手段。日本把路趟出来后，美日携手推进电磁炮上舰，或许是下一步的剧本。可以想见，再过5到10年，我们可能会看到新一代搭载电磁炮的驱逐舰在西太平洋巡航，重新定义海战规则。反观中共，面对这样的局面，恐怕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过去吹嘘的某些领先技术被日本后发先至，追上甚至超越，这无疑戳了面子。另一方面，实际作战层面，日本电磁炮的存在将极大削弱中共过去的优势手段。中共若不加速研发类似武器，就难免陷入被动。然而研发电磁炮谈何容易，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追上的。即使中共现在下决心投入巨资，再造出样品，也还需要时间来测试、改进。而日本已经跑在前面。截至2025年，日本不仅完成海上试验，还在着手解决联射、实战化问题。中共却连公开的验证试射都没有。曾经他们或许认为美国放弃了，自己暂时可以不急于求成，但如今日本这匹黑马突然杀出，让中共措手不及。有军事评论员戏称，这就好比赛跑，本来美中在前面竞争，结果美国退赛了，中国以为稳了，不料半路冲出个日本，轻松冲线。这虽是打趣，却道出一个现实：技术军备竞赛中，谁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共现在除了硬着头皮追赶外，真的没有别招可以破解日本电磁炮带来的压力。当然，中共也可能寻求其他非对称手段来对付电磁炮载具，例如加大对日本军舰的侦察和远程打击，在开战第一时间摧毁日本装有电磁炮的舰艇或基地。但日本方面又岂会让对手轻易得手？装备电磁炮的舰艇本身也有强大的防空系统和护卫舰队，再加上美日情报共享，中共想先发制人并不容易。此外，随着日本拥有电磁炮这样的超前利器，中共在战略上也要更加忌惮，轻启战端可能招致难以想象的后果。可以说，日本电磁炮的问世本身就对中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威慑。过去，中共总拿核武来恐吓，或者炫耀他们导弹打击精准且无法拦截。现在，日本人的回答是，拦不住，那我就用更快的炮弹打掉你的导弹，或者干脆在你发射之前先毁掉发射装置。这种针锋相对的技术博弈，无疑会让中共高层夜不能寐，因为科技的角力往往是体制与国力的较量，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的底蕴和组织力其实一点不弱。最后，我们不妨展望一下未来，电磁轨道炮会不会改变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从目前迹象看，它至少为防守一方提供了更从容的选项。假如未来台海或东海局势紧张，有日本的电磁炮部署在一线，中共即使具有人数和火力优势，也不敢轻易冒进，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对面等着自己的可能是一枚速度快如闪电、成本却低廉的钢铁长矛。这把矛能穿透钢板，摧毁飞机，击落导弹，让所有进犯者胆寒。而偏偏这把矛就握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低调自守的日本手中。历史充满讽刺，70多年前，日本在战争中战败，被迫走上和平发展之路。70年后，日本在和平环境中潜心科技，却打造出一件可能让侵略者却步的杀手锏。中共如果当年没有对日本步步进逼，也许日本不会痛下决心研发此等武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共咄咄逼人的扩张，亲手促成了日本超级武器的诞生。这真是战略上的一大误算。总而言之，日本悄然开发的新式电磁轨道炮，已经在试验中展现了惊人的威力和潜力。它的出现，给中共的五下战略当头泼下一盆冷水。未来若这种超级武器正式部署于日本舰队乃至陆上基地，东亚的军事态势将出现重大变化。中共过去那套以多制胜、飞弹与覆盖的剧本将不再那么管用，甚至可能变成自损800的下策。
而日本以审慎而坚定的步伐为自己增添了一道强大的护盾，也挥舞起一把锋利的长矛。在这场默默进行的军备较量中，日本已抢得先机，让对手一时间找不到破解之道。中共现在能做的，除了惊愕和懊恼，只能是赶紧投入资源，亦步亦趋的追赶。但是技术的高地易守难攻，日本率先占据后，就不是那么容易被超越了。冷兵器时代有句话，唯快不破，意思是天下武功唯快不败。放在现代战争中，同样适用悉心极速，带来极大的优势。而电磁轨道炮正是这种追求极速与强大动能的产物。今天，日本人已经用行动证明了它的价值，明天或许更多国家会跟进。在未来战场上，我们很可能看到传统炮火的荣光重新降临，不再依赖火药，而是由电磁之力引领。到了那时，谁掌握了这项技术，谁就等于攥住了新时代战场的主导权。日本显然不想落于人后，而中共如今则不得不面对这个被动的局面，一种他暂时无法有效对抗的超级武器正出现在他的竞争对手手中。这局棋，中共原本希望通过军备压制吓退对手，没想到对手没有被吓倒，反而祭出了更高明的一着。未来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可以确信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中共对日本这款新超级武器恐怕将仍然完全没辙。